距离93大阅兵只剩下9天，外界最关心的已经不是会亮哪些新武器，而是谁来当总指挥。按照惯例，总指挥应该是中部战区司令，但偏偏现在群龙无首，司令被调走，副司令还在被查，5大战区里一半司令位置空缺。眼下呼声最高的有2个人，一个是张又侠的心腹军委参谋长刘振立，另一个是国防部长董军。可惜带着苗华的标签，始终难得张又侠信任。这场总指挥之争，表面是阅兵安排，实际却是中南海权斗的缩影。而且博弈早就不止在军中，在北京的护城河河北，习近平的亲信倪岳峰和胡春华系的王正普同场露面，一个高喊绝对服从习核心，一个代表另一派势力，场面就是2派对峙。另外，远在西南的贵州，习家军大将徐凌砸钱办座谈会，拼命替习近平造势，但党建研究会却唱反调，否定2个确立，等于在习的连任问题上正面挑战。从总指挥悬案到河北、贵州的隔空交火，93大阅兵已经不只是军事秀，而是一场摊在台面上的权力角力。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新华社报道，8月23号17点至8月24号5点，北京天安门地区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会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综合演练，但官方始终没有宣布总指挥是谁。原中共海军中校参谋姚成24号在自媒体中表示，他和战友们聊天，他们也不清楚究竟会是谁指挥。按照过往的做法，应该由中共中部战区司令或者副司令担任总指挥，但目前中部战区自原司令黄明调离后没有司令员，中部战区的副司令现在也被调查了，所以副司令也没有。目前5大战区有一半的司令不在位，大家在竞猜。姚成认为最有可能的是由张又侠的亲信中央军事委员会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担任。有人提到现任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也应该可以担任阅兵总指挥，但姚成认为董军是苗华提拔上来的，属于苗华的人马，虽然他与苗华已经切割，但张又侠终究对其是不放心的，所以他担任阅兵总指挥的可能性不大。姚成透露，这次的阅兵方阵都是从军事院校，比如军队医科大学、通信工程学院以及一些驻军单位和部队抽调一些人员组成的，但在13个野战军中，唯有82集团军参加了一个阅兵方阵，目的很明确，防止内部发生兵变。而那些零散的，比如从海军陆战队抽调的几个人临时组成的方阵，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中共当局对这些参阅部队的军人实施最严厉的信息封锁，网际网络封锁，电视被锁定在中央电视台的固定频道，收音机更是不给听的。所以参阅者就像当年6·4事件时的戒严部队那样，关在营房，天天被洗脑。共产党的信息封锁可以做到滴水不漏。中共军队高层不明朗，军队持续的大清洗，造成司令政委空缺，下层军人无所适从，军心不稳。不仅仅是军队如此，地方官员也是无所适从，也展开了向谁效忠的博弈。在中共党魁习近平与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已故领导人刘少奇之子刘源以及中共元老针锋相对、激烈交锋的关键时刻，一向将自己定位为北京的护城河的河北省委也坐不住了。8月22号，2025年河北省委议军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倪岳峰发表讲话强调，今年是所谓抗战胜利80周年，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问题是，现在谁代表党中央？是军权旁落的习近平吗？还是张又侠枪杆子加持的胡锦涛、胡春华？河北地理位置太重要了，离北京太近，一旦京城打起来，这就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中共高层内部翻脸，各带一伙人，各地军头当中有支持张又侠的，也有支持习近平的，一旦僵持不下，内战很可能爆发。以前习家军占上风时，河北省一开会就是省委书记倪岳峰讲话，而省长王正普的名字在报道中销声匿迹。从去年7月3中全会传出习近平病倒之后，随着胡春华的走上台前，媒体也将王正普推上前台。王正普属于李克强派系的，也是胡春华的铁杆。倪岳峰是省委书记和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也就是说，他是兵团第一政委，体现了党管司法，党管军队。说是管军队，实际上是惹不起张又侠的。张又侠根本就不理他。现在倪岳峰要给大家洗脑，把习近平放在前面，并要军队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而作为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的王正普也在这儿盯着倪岳峰，不可轻举妄动。在这里，中共元老和习家军按照北戴河斗争达成的共识，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不管怎么斗，阅兵时还是要让习近平像木偶一样的走一圈，对外表明党内团结。张又侠要顾全大局，维持表面的和谐局面。而在距离北京遥远的贵州，一场博弈正在展开。习家军铁杆贵州省委书记徐凌在贵州为习近平的继续连任搭了个擂台。8月21号，徐凌出资在贵州举行了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课题研究成果交流研讨座谈会。全国党建研究会会长李志勇出席并讲话，副会长邓声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吴德刚出席，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卢雍正代表省委致辞。李志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大力传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志勇强调的是对两个确立要深刻领悟，这是中组部部长石泰峰一派的说法。谁能选上，我得仔细想一想，还没定。实际表达的是对习近平的变相否定。更多的言外之意，马上要开中共4中全会，这是共产党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转折不好，就彻底完蛋了。如果换上胡春华或者其他人，那共产党可能还能多活几年。如果习近平继续干下去，党就崩盘了。而贵州省委常委、省宣传部部长卢雍正的说法就截然不同。他强调，贵州要坚定自觉，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卢雍正作为徐凌重用的人，他的论述也代表着徐凌的观点，坚决支持习近平搞连任终身制，继续干下去。徐凌1963年出生在上海，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2001年毕业于中共军队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经济管理专业。他的仕途起步于上海。2007年5月，他当选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在介绍徐凌时说，他是领导班子里最年轻的一个，也曾在西藏工作。习近平很器重徐凌。2013年，他当了上海宣传部副部长。从2015年起，徐凌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网际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他出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2022年，任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从徐林的履历看，他多年主管习近平专制意识形态领域的言论封锁和控制。2022年12月，作为习家军，他被调任贵州，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共的地方大员在习近平的去留问题上纷纷站队表态。旅美文化学者吴作来在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习近平在军队的力量基本上被清理干净了。目前中共内部出现2大派系，就是习近平与张又侠、刘源和中共元老之间的非暴力的博弈。虽然没有撕破脸皮，但冷暴力的味道十足。张又侠对习近平在很多事情上都不配合，妥协也是有限度的。这次让西藏的军方配合习近平照相，也是为了党国的一盘大棋来维稳，但是原则问题他不会退让的。比如习近平的执政终身制问题，下一届中共最高领导人要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式来选举产生，这应该都是张又侠和刘源牵手的原则。军权在握，枪在手，谁怕谁？整个北京，整个中南海都由军方来监控，所以现在习近平恐怕很难咸鱼翻身的。观众朋友，您说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